Hello， 大家好，感谢各位回到你宝贝频道。这一集我们要谈的是服饰店的经营跟管理，其中一个小细项，那就是服饰店的成本与售价定价策略。所以这篇影片比较专业，看不下去的话还是要往下看。其实正行货的售价跟成本的比大约是衣服进价的2到3倍。比较高单价的产品我们大概抓2倍的定价；比较低单价的产品，我们抓3倍的定价。可是服饰店，尤其是行货服饰店，同行竞争激烈，而且进货成本其实每家都差不多，所以售价基本上也不能差太多。所以最主要的经营方式就是要把利润找出来。既然找利润最重要，那么大家就慢慢的衍生出很多手法来。例如说，有人走精品化路线，有人用低价冲量去降成本，也有人直接用大陆的韩版货来充当行货。当我们立宝贝后来找到一个方法，我们特别去进东大门换季特价的服饰，后面就好好讲解这些技术性的细节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，还有分享这个影片。韩国服饰产业，韩国的服饰业非常兴盛，设计师有专属的商会，衣服的制造商呢也有他自己的工会。甚至东大门的批发店还有更强的组织，它甚至还有一个大平台去整合上面3个团体。韩国政府有给你满满的大平台所以说，韩国的服饰业它的上下游整合是非常好的。在韩国服饰业市场里面呢，设计师他可以发表他的设计，工厂也可以自行接单，或者是释出他的产能。批发商也可以去买设计师的设计，以及跟工厂发生产通知去下单。而零售业者呢，就是东大门采购批发商下定的货物，成为一整个上下游的产业链。东大门产业链有多兴盛呢？我们看一下东大门这一角，配比在荧幕的最下面，剩下都是人。东大门的产业链呢非常兴盛，有分工，那当然就有整合。所以有些服饰设计师他就去东大门开了一间自己的店，所以设计师也签批货店家。那也有一些设计师呢有经营自己的服饰工作室，去生产他自己的服装。日子久了之后，就产生了一种小规模整合的品牌，设计师、东大门批货店以及服饰工作室3者合一的。过去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和这样子的店去批货，因为呢，不管是设计也好，用料也好，剪裁也好，都可以得到最好的沟通跟最好的保障。图片这里面就是 Peggy 最爱的设计师。东大门的设计师呢，因为他自己做的东西品质好，而且韩国小规模的精致制造让品质更高，所以做出来的服饰它的价格和国际大厂去比，真的是超级划算。这个让韩货从2013年开始就在全球展开了大流行。日子久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有自己很支持的设计师。这边秀一下 Peggy 最喜欢的设计师，和上一张是同一个老板哦。东大门产业链里面呢，一样有传统的服饰大厂，生产用料平实、设计简单、价格也很不错的服装。它本身呢是属于韩国皮匠服饰，也是属于给一般大众在穿的衣服。但是有正式的产业链，就有变质的产业链。在韩国，当地年轻人穿衣服的主力是中国制的平价服饰为主，就有一些韩国设计师干脆把单下到中国的厂商去，韩国设计师加上中国制造。所以就会有不是韩国制造的韩货，市场就称为这叫做韩版服饰。那我们提一下这一张，我们来看看这件外套。这件外套才发货1周就被盗版，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那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有一些人呢买了韩国设计师的原版衣服之后，直接飞中国，照着那个韩国的那个设计师照着打版型用比较低价的原料、比较低价的手法跟工法，做出大家口中所谓的假韩货。所以它的版型会跑掉，品质也不会这么好。这件衣服为什么拿出来提呢？因为它非常夸张的事情是，我有客人穿的这一件衣服的盗版品来我们店里面摸正版，然后觉得哇，正版怎么这么棒，所以穿了盗版买正版。你没听错，东大门选货建议，原则上来说在东大门你可以买到的是正韩货、韩版货，或是中国制的平价品牌。但是要注意的事情是，盗版的货东大门是没有卖的。东大门 CP 值最高的这个是正韩货啦，
品质好，做工佳，而且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低。像我们爱去的几间批货商，像是 UUS、APN Lux、Designer Club、Newson 都是走这样子正韩货风格为主的店。正韩货基本上包含2大类，一个是设计师品牌的精致服饰，另外一个事情是韩国大型工厂做的一个基本款。那其实这2款我认为都是坐飞机去的首选，都很不错。如果说都去东大门买东西，那我们建议大家买韩国制造的东西，看我们的这个进货也都是 UUS 或 Designer Club 的东西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买深圳、东莞或者是广州生产的东西，其实在当地买更便宜，而且两岸小三通的成本更低。如果说真要买中国制造的产品，真的不必飞首尔，有时候在淘宝下单就可以了啦。而且飞首尔的机票贵生生啊，所以去了之后呢，一定要选合适的东西，不要浪费你的钱呐。零售店面的定价，零售店面的定价通常我们把精致高价款会乘以2来贩卖，工厂平价款会乘以3来做贩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机票啊、住宿啊、运输啦，还有我们店的房租啊都要摊提啊，所以平价款有时候会负担比较多一点点的比例啦。但是像刚刚那个基本定价会让你几乎没有超额获利，所有店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竞争对手的进价都一样，大家都在一样的地方拿货，而且同质的韩货店也不少，所以在没有特色的情况之下，就只有基本的利润，赚个基本的薪水钱而已。但是开店总不能够做身体健康嘛，对不对？做身体健康，我做健康操就好了嘛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开始寻找不同的经营策略，去谋求更多的利润。有一种做法叫精品化策略，韩货里面有一些设计非常精美、用料非常高档、做工超级精致、品质极高的货。那这些都是走精品服饰的路线。通常来说，它和世界一线大品牌比起来，等于是半价再半价，真的非常划算。例如说，像这一套衣服，Peggy 到现在还在穿，这一套是 Peggy 夏天最爱的外套，现在还在穿，以及右边这一件要价1万多块的外套，到目前为止都也是 Peggy 的最爱。那个厚外套，我们这次连照片拍都没有拍，就卖了10几件走。可见的精品化策略的确是受到不少人的支持的。也有人用低价的方式去冲量，直接降价来求量，以量来做取胜。可是呢，这些店呢就很容易去拿中国制的平价韩版放在店里面去卖，更甚至后来呢就产生了中国制的低价假韩版，就是我们说不是设计师下的版型，而是去 copy 别人版型，用更差品质去做的衣服。所以呢，慢慢的就使得台湾自韩货市场就崩解了。大家开始觉得韩货店卖的东西不一定是韩国做的，而且品质有好有坏，甚至还有看起来不错，回去洗一次就烂掉的状况。那怎么办？总是要求新求变吧，不然我们就变成失业老狗了。所以啦，很快的我们找到新的策略，那就是换季特价的进货策略。慢慢解释。第一个，韩国冬天呢其实比台湾来的早，而且呢批发的市场又比零售市场早换季2个月左右，所以啦，当他们剩下数量不多的换季品的时候，就会打特价。特价到什么程度呢？至少5折起跳，有时候最后那几件还会卖到2折。哇！所以啦，换季的时候，我们就专门买这些东西来打折卖。哦耶！做换季进货这种方式首先你的营业状况一定要是正常的，你的仓储空间也要够，而且资金也要不吃紧，尤其是很多时候买了之后要囤到明年才能再来卖。那这时候有些人就问说囤到明年没有错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第一个，台湾的流行真的慢熟了1年以上，当季的货有时候不一定卖得动。再来是韩国过季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台湾当季最红的东西。另外呢，东大门过季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台湾下一次最红的东西，所以这样买也不见得会过季。但是呢，记得功课一定要先做好。如果你买错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设计，明年发现不是这个样子，那就头大了我们妮宝贝后来就专门购买断尾货，选购换季品，就变成我们妮宝贝获利的来源。我原本以为自己是在经营服饰店，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在捡便宜。所以说创业就是这样，令人无法捉摸。库存都是出清品。是的，后来叫我们妮宝贝当季新品都是当季贩售，而且不怎么赚钱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弹性库存跟我们计划性的库存一律都是东大门的出清品，所以库存量大，但是成本非常低。
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，那就是在我们服饰店结束经营的时候，我们清仓特价，特价到打到骨折，我们还有获利，把店关了还赚了一大笔钱，超扯。结论来讨论一下哈，其实如果说你今天经营什么店都一样，用一般的经营模式，那就是一般的获利。大家开店，你就跟着大家开；大家倒店，你也跟着大家倒。所以啊，独特性永远都是关键。即使卖衣服也有很多学问，绝大多数的事情在批货教学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教。所以魔鬼藏在细节中，真正的请教愿意教你的专家比较重要啦。那我们下一集就来谈服饰店的投资金额。如果不想错过这么重要的资讯的话，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，并且分享我们的影片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集来谈开一间服饰店大概要花多少钱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影片的结尾，我们要感谢这件时期支持我们的所有客户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